你说这个事儿啊，让不让人生气吧？就前段时间呢，我安排了2个人见面。这男的呢，35岁，北京人啊，私企的高管，有房有车，条件还不错啊，年收入大概在50万左右。这女的呢，也是北京妞啊，在体制内工作啊，工作比较稳定，北京家庭，她也不缺啥啊。这个呢，女孩33岁了，今年。俩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相互感觉还不错啊，条件也相当，年龄呢也比较合适啊，相互呢就觉得可以接触看看。这不春节放假了吗？他俩就约着见了第2次面。刚刚见完面没有多久，他俩就先后给我打电话了。先是这个女的啊打电话过来的，气势汹汹的，说对方不真诚，态度不好啊。一问他具体什么情况啊，这姑娘就罗列出了4条罪状。第1条啊，就是说男方在知道今天见面的前提下，都没有问他怎么过来，简单点说啊，就是没有开车去接他，导致他呢在寒冬腊月天打车出来见了面，他觉得很委屈。其次啊，男的没有诚意，情商有问题。他说按道理讲，大家都觉得合适才会出来见第2次面的。这一见面呢，也没什么惊喜，也没什么浪漫啊，连个礼物都没有带。他觉得这个男人啊，并不是真心想跟他在一起的。第3个啊，就是点菜了。男方直接忽略他的喜好，就点自己想吃的菜，他不爱吃的呀，全都给点上了。说到这第4条啊，这姑娘嗓门都提高了8度。他既然让我给他饭钱，你给我评评理啊！这顿饭先不说啊，都不是我的口味，我都没有吃几口好吗？一个大男人，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钱呀？接着男方来电话了啊，开始辩解这件事儿。他说先说接送的问题，这男士说啊，自己一开始啊不知道女方希望他去接他，以为呢2个人约好了地方就直接过去。关于制造浪漫和小惊喜，男生觉得呀，这才第2次见面嘛，并不是很了解对方，所以呢还没有必要到要追求送礼物那一步这第3呢就是关于吃饭了。男方说自己当时问过女生想吃什么，但是女方的态度很冷淡，也不怎么搭理自己一直就在玩手机，也不抬头看他一眼，就直接说了一句随便。他就以为真的可以随便点了。关于最后一个要女方付钱这个事儿，男士说确实提出来了，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因为女方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全程对他都很冷淡。男士和他说话呢，他爱答不理的给他夹菜呢，他直接就给扔回去了说不需要。最后这个男士呢也生气了，直接就怼这个女的，说你既然来相亲了，那你就别端着，也没有人欠你什么，你拉着个脸给谁看呀？这姑娘听完了就直接跟这个男方杠起来了。最后2个人都吃不下去了，男方就提出让女方来承担1半的饭钱。女方听完之后拎着包就走了。其实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那我作为中间人吧说几句公道话。男的呀就错了第1步他就是没去接女生，所以女生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有情绪了。但是我要说说这个女生33岁了，这个年龄段谁一天到晚没事研究怎么给你制造惊喜和浪漫呢？没有感觉到真诚。什么是真诚呢？车接车送，每天嘘寒问暖，各种浪漫惊喜你真的是电视剧看多了吧天天幻想着一个长得又帅又有钱的男人像盖世英雄一样出现在你面前，然后承担着你所有的经济开支，并且还对你随叫随到，像祖宗一样宠着你对你唯命是从。你还想着对方能热烈的追求你真的是大白天做梦单身女人，你只要上了30岁就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你想要结婚，遇到比你条件好的，你就要学会提供情绪价值；找到条件差不多的呢，就要相互理解，相互迁就。你又不是公主，端着个公主的臭架子，哪个男人会娶你别再问我离婚了好不好找二婚的人不论男女，想再找个对象真的是太难了。女的吧，总想再找个男人去依靠，但是男人找她吧，大多数就是想睡睡觉。二婚的女人心气儿往往还挺高的，没钱的她不要，有钱的她又够不着。好不容易遇到个知冷知热能舍得给她花点钱的男人吧，可能人家又是个有家室的。女人还是不甘心越嫁越差，那眼光呢总是往高处看的，带个孩子还做着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美梦。所以二婚的现状是这样的，男的没钱，女的不想要；女的年龄大了，男的不要。
男的有钱呢，女的又够不着；女的有钱吧，心气儿还挺高；女的长得不好看，男人不会要；男的没啥大本事，女的不想要；离了婚没有孩子的不好找，离了婚带着孩子的呀都没有人要。条件好的不考虑他，条件差的一听有孩啊就放弃掉。女的想的是，你要是肯给我花钱，还对我挺好，那我可以考虑考虑。男的想的是，那我要是给你花了钱，你又反悔了，我哭都没地儿去。男女双方都是走过弯路的人，都吃过一些大亏啊。大家呢都长了360个心眼，各想各的利益啊，各算各的账。真的是太难了。如果你也是个离婚的啊，你还打算找还是不找啊？有些大龄剩女啊，真的是古怪到家了。真的不是我非要说你们，我对你们也绝对没有偏见的。我呢是做红娘的啊，我巴不得啊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有正确的择偶观，有正确的婚恋观。可是在我工作中啊，大量的遇到大龄剩女，真的没有几个不带点这个那个的问题。就你们自己看一看是不是这样啊？首先啊，你的年纪已经不小了，你就别太挑了，对不对？哎，你偏不，你来找个对象啊，列出几十条要求，什么奇葩条件都有。比如说，你觉得男生一年挣50万，还只是一个基本生活水平，那我就不太懂了啊。你一年才挣10来万，我也没见你去讨饭呀，那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比如说，你觉得男生啊，一套房子不够，必须得有2套房，因为以后父母来住在一起不习惯。哎，那你是不是没有概念呀啊？北京的房价你是觉得太便宜了吗？谈恋爱的时候，男生啊就得主动付出，就得拿出诚意来，那你的诚意又在哪里？不花钱或者少花钱，那就叫男生想白嫖你。那按照你这个意思，是不是多花点钱就可以嫖你了？关键的是啊，人家啊可能花了很多钱，诚意也到位了，你呢也不一定会跟人家在一起。说不合适的时候，你1分钱也不会退给人家，对不对？说起来啊，就是男生自己主动给你花的啊，又没有人逼他。我就觉得啊，你们自己都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了啊，但是商品它还有保质期呢，你都过了保质期了，好不好？这句话不管男女啊都一样适用的。这个就是现实世界，你都给自己定价了，就不要怪别人啊把你当做物品。你还天天的警告人家，哎呀我自己很慢热，要给你足够的情绪价值，还有啊动不动啊婚后钱要给你管，你那是真的想管钱吗？我看啊你只不过是真的想花钱。你说你爸都是上交工资卡的，那我就问你，你有你妈的那一份勤俭持家的本事吗？就这样的思想观念啊，找个对象还要提出800条要求，我看啊这个地球上啊都没有配得上你的男人，你就别找了，自己单着挺好，你说是不是？我就发现啊，现在的女生真的是太多幻觉了，我今天必须得给你们泼点冷水。以下观点你是不是也会有？幻觉1啊，男生比女生多了3000多万，你要是离开我，有的是大把的男人追我的。我拜托啊，如果你是在农村，那我恭喜你，肯定是有大把的光棍会抢着要你的。但是如果你是在城市啊，那就完全反过来了，那是一堆女生在抢一个男生的局面，好吗？幻觉2，男人根本就离不开女人，没有女人他们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可是据我观察，现在来相亲的80%都是女性，挤破了头要嫁出去的。如果年龄大一点了还没有个男人啊，都会被家里人啊催。这到底是谁离不开谁呢？幻觉3，哎，我要是实在找不到喜欢的人了，那我就找一个有钱人嫁了算了。我真的是啊，我想笑出声来的。你是认为找个有钱人很容易吗？那有钱人真的是没心没肺的吗？会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人家呀是有钱，又不是有病。幻觉4，只要发生了关系，他就会对我负责的，低头来哄我，不哄，那他就是承认自己是渣男。小妹，你真的太天真了。发生了关系，男人的目的就达到了，会来哄你的几率还真不大。真的会来哄你的，那是真爱。跟你们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啊，一点关系都没有。幻觉5，我跟你离了婚，肯定能找个比你更好的。我的那个天呀哦，你还真的是中毒中得太深了啊！这些毒鸡汤，你就看一看有多少未婚的女人都找不到对象了。
就你一个离异的女人，还想找个更好的，那你的竞争力又是什么呢？人家优秀的男人图你啥？图你结过婚生过孩子，还是图你已经人老珠黄啊？别跟我说你优秀啊，男人找的是年轻貌美温柔贤惠，你的优秀啊他还真看不上，明白吗？哎呀，最近啊又遇到了梦幻派的老仙女了啊，来给我添堵啊。39岁了啊，长相身材确实保持的还可以，但是这一根筋的思想真的是要把你给气吐血。人家觉得自己可美了，别人都说自己看上去才28、9岁，他自己一年也挣100多万啊，就是这个原因。他说啊，找个跟自己收入差不多的，或者能力比自己更强的，他觉得不算过分的这个要求。可是我觉得他的要求已经要上天了。为什么？我们给他介绍公务员，他嫌人家挣得太少了；我们给他介绍公司的高管，他又说人家太忙了，天天要加班，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给他介绍个公司的老板呢，他还是不满意，不是身高长相不过关，就是行业性质不喜欢，最后各个方面都合适的，他又说见了2面没感觉，还说男生不主动，总是自己找话题，520那天什么表示都没有。最后啊，真的是要气死人啊！这不我们又给他推荐了一个40多岁的离异男士吗？公司的老板啊，他突然就变脸了，说年龄这么大了呀，哎呀，这还是离婚的，这个岁数一年才挣200万，那我图他啥呀？难道我图他的老，图他的离异的？你们说是不是无语啊？我真的是很想问一问，那你嫌人家老你不老吗？你都出来相亲了，到底有没有带脑子啊？你都多大岁数了，还非得怀揣一颗少女心，要找什么感觉？我真的不是打击你们啊，相亲见面就没有几个啊上来就有感觉的。有这种思想的人，你呀相再多都没戏的，除非你的颜值很高，对方的颜值也很高，你们俩看一眼啊，荷尔蒙就开始蔓延了。相亲能一见钟情的，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真的就没有见过几对儿。还有啊，你都走到相亲这一步了，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还有小女孩的优势吗？你就别想着男人还会对你鞍前马后，还特别的积极主动，给你送花送礼物讨好你了。人家既然是优质男人，那干嘛非得找你啊？哎，你还想着哎，人家得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要有仪式感，哎，什么矜持慢热，你一样都没落下啊。要真的是同样都有这些要求的2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要是能满足，哎，那人家干嘛不选一个年轻的呢？你说是不是？你看评论区的男人来说说呗，你们是怎么想的？最近呢，有个相亲的女孩啊，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现在的男生是咋回事呢？都不主动追女生了。那你要是不追，怎么谈恋爱呀？啊，你要是不谈恋爱，那怎么结婚呢？你不结婚，又哪来的后代呢？你没有后代，你们家香火不就断了吗？啊，那社会还怎么发展呀？我就跟他说啊，现在的男生他不是不想谈恋爱，大部分的普通男生那是谈不起恋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因为赚的钱还不够女生霍霍的，知道吗？这事儿很现实。我就给你算个账啊，假设一个男生在北京一个月累死累活啊，赚2万多，每个月他的房租算3000吧，水电煤气上网费，吃喝拉撒啊，勤住坐卧，交通费算下来5000左右差不多，这就7、8千没了。这也就是在北京的一个基本生活，这还没有算买衣服买鞋和那些日常用品的钱，每个月还有很多的人情往来也要用钱，我们就满打满算1万块钱，那他还有1万可以省下来，对吧？可是如果他交一个女朋友啊，那我不得不大方点了，对不对？哎，每周得约会吧，约会不得男生主要来买单吗？哪个女生谈恋爱的时候会主动买过几次单呀？他们自己可能掰着手指头啊都能数得出来，对吧？更何况大部分女生都喝过毒鸡汤，什么男人不给你花钱就是没有诚意，就是不爱你，这话不就是逼着男生得主动花钱主动买单吗？但凡遇到个把钱当纸的女人，那别说自己攒1分钱了，可能连老本都得赔进去，甚至还得动用父母的存款和养老金。关键的是到最后可能女生还嫌自己穷，觉得不合适分了，男生得个人财两空，他何必呢？所以他们现在真的不瞅准了是不下手。问题是现在有很多的女生也说自己不愿意谈恋爱了，其实呢是因为男生开始清醒了人家不想徒劳的付出了，所以这些女生既得不到感情也得不到钱，他们就说找不到一个靠谱的男人了。特别是有些大龄剩女他们的心态
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年龄大吗？他们比谁都清楚的，所以他们总希望呢能一次性上位，找一个条件好的。所以男生们被 PUA 时间长了啊，也看得很懂了啊，恋爱是咋回事？我追求你呢，你说我是舔狗啊；我跟你讲道理呢，你说我 PUA 你啊；我跟你讲未来呢，你说我在给你画饼。有时候啊，一个普通的男生，可能他不是不爱你，而是一想到钱呀，他就没法爱你了。你别跟他说啊，难道钱比我更重要吗？你还真别较这个真儿啊！人当然比钱重要，但是男生没有了你，他的钱还在呀。但是他如果没有了钱，那他也就没有你了。很多女生都掉进了资本营造的浪漫陷阱里啊！一年呀，10个节啊都要过，你要的浪漫仪式感啊都是钱，知道吗？你要的各种生活的小惊喜都是钱，明白吗？到最后明明就是男人花的钱不够到位，不够满意啊，你还要说成是人家不够爱你，你失落了，你不高兴了啊，那他就会觉得，既然我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那我们还是分手吧。即便是你爱你的男生，但是你还是希望能够遇到那个可以给你那种生活的人。所以现在的女生真的没有爱情，而男生呢还在想着可以拥有一份纯粹些的爱情。但是他们现在也懂了啊，在金钱面前，爱情已经什么也不是了。虽然赚钱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比爱你要简单多了啊，明白吗？你们知道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最令大龄剩女崩溃的瞬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吗？其实并不是被家里整天的催婚，也不是忙完了工作一个人回家的孤单，更不是遇到了开心的事情没有人分享，而是当他们真正的下定了决心，收拾好了心情，试着去找一个另一半的时候，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男生都不合适。快到迷茫的时候呢，突然出现了一个满心欢喜的人，但是没有想到那个人根本就不会选他，人家转头就去找一个年轻的女生。还有更崩溃的，当他们终于想明白了，这样的年纪找对象要降一降标准了，降低了身高、颜值、收入、学历，本地外地都无所谓了，房子车子也可以放一放了。可是即便是这样，仍然发现对方依然看不上自己。有的男生呢，或许会非常礼貌地说一句，你太优秀了，我可能配不上你。我就问过一个男生啊，相比大龄女生情绪稳定、性格成熟、经济独立，你更愿意找一个单纯的姑娘陪她一起成熟吗？他说是的，还是愿意找一个单纯些的小姑娘，省事儿啊。这个就是一线城市相亲市场的现状。真的啊，不要以为打扮一下自己，主动一点就一定能脱单，也不是你保养的多好，看上去只有25岁就行了，年龄仍然是在那儿摆着呢，它不会变的。胖瘦可以改，衣品可以提升，唯独时间是不可逆转的。特别是那些在大城市打拼了多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大龄剩女，青春没有了，人老珠黄了，钱也没挣到，房也没买上，人还没嫁成，就已经老了，这个才是最崩溃的。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相亲对象一上来就问你房子、车子和收入，你们觉得对这样的女生你会有好感吗？最近有一个自认为条件很优越的女孩，连续相了4位优秀男生，每个男生反馈回来的信息啊，都令我很无语。第一个呢是北京本地的男生，见完面之后啊，反馈跟我说，这个女孩第2次出去吃饭啊，就问男生家里到底有几套房产，刨根问底儿，多少平米啊，在什么位置啊，都在谁的名下。然后饭局结束的时候，估计呢是觉得这个男生条件挺好的，就问男生说，你觉得谈多久可以确定恋爱关系呢？妈呀，男生直接被问懵了啊！然后呢，这个男生就问我，现在的女生啊都这么主动了吗？我们才吃了1顿饭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能确定关系吗？着实在他意料之外。那第2个男生呢，家境也很好，暂时在北京还没有买房，但是人家的实力啊，北京买房随时可以。这个女孩第1次吃饭的时候啊，就问这个男生啊，以后打算在什么地方买房？自己觉得呢，还是要在北京买个学区房。自己家里呢，在北京已经买了房了。男士一问啊，是个几十平米的小房子，而且呢，在郊区。但是这个女孩呢，就好像摆出了一副你连个房子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架势。她的这种态度让这个男生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太肤浅了啊，很无语。第3个男生呢是自己做生意的，前几年呢生意好的时候，1年能挣几百万。最近呢1年因为转战线上嘛，
收入就稍微的有点下降了，目前呢估计也就100多万。这个女孩呢也是啊，跟人家问了个底儿调，把人家近5年的全部年收入啊都问了个遍，然后呢她还看不起这个男孩现在的收入，嫌太少了。我就不明白了，做生意的有那么稳吗？哪年低一点哪年高一点，那不很正常吗？甚至什么时候亏了倒闭了都不好说。你们说他是不是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还一心要找一个做生意的啊有钱人，一副只想共享繁华不能共担风险的嘴脸。说实话，红娘老师我呀发自内心瞧不起他。第4位男生的反馈更有意思啊，这位呢也是自己做生意的，年入很高，我就不说具体了，人家呢基本都财富自由了。这个女孩啊真的是很无脑啊，问人家有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问人家为什么不在北京买房子。实际这位男士在国内有很多处别墅和房产啊，还有写字楼，北京只不过呢暂时没有买而已。一套房子在他的眼里那这不是小意思吗？但是这个女孩啊就只盯着人家的问题看啊，不看人家的综合实力。说句实话，这几个男生没有一个配不上他的，我估计啊他相那一大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可是你们知道吗？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总是盯着这些东西问，会很影响别人对自己的印象的。这个毕竟是相亲，结果他还反问我，说都出来相亲了，不应该直白一点吗？问这些问题问清楚点不应该吗？我说你知不知道，你问男生这些问题就等于男生问你跟几个男人睡过觉打过几次胎是一样的道理，你舒服吗？你们说对不对？我真的是啊，一看到这样的姑娘我就头疼，只要她一开口问这样的问题，我就真的想怼她2句。不是我总说女孩子们啊，你们自己看一看全网哪个红娘不是在说你们的问题啊？真的是啊，心里没点数是不是？一来相亲就要找条件好的，哎，人家嘴里的条件好可不是咱们一般人认为的那个有个房子有个车收入几十万就算条件好了啊，人家嘴里的条件好那动不动就是要找个住别墅的，最不济呢也是住皇家花园那种高端社区的人，事业有成自己创业的大老板。有个女生还把北京的几十个高档小区列了个名单给我们啊，就得照着这里边的人找。你就说这女人慕强哈，我真的也能理解，但是你有美貌有智慧有个好性格还有个端正的人品，那我真的是啊欢天喜地的给你介绍。可是你不是啊，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对自己自我认知完全不清楚的女孩。这几项你到底占了哪样啊？长相一般没头脑，性格还作，整天想着怎么捞钱，这难道不是人品问题吗？就这还想找那些成功人士，就你脑子里那点东西你能 hold 得住人家吗？还有一位学历不错的女孩提出来的要求也是吓你一跳啊，男生必须是北京海淀西城这块的啊，必须是哈佛牛津毕业的，资产得过亿啊，真的是啊，痴人在说梦。你不会以为资产过亿的哈佛牛津男就不看你的长相只看你的学历吧？口口声声要用自己的头脑挑战一把颜值，太可笑了简直。人家是找伴侣，又不是要找个人天天头脑风暴。最可笑的还不是他啊，是一位事业小有成就的小姐姐，做梦都做到极致了。她居然把福布斯名单上的人搜罗了一遍啊，问我们能不能帮她介绍一个这里边的人。你们知不知道她这个脑回路是怎么长的呀？反正我不知道，都能想出这样的路数来啊，真的是绝了。在这里啊，广而告之一下啊，许愿去庙里，可别来我们这儿闹腾了，好吗？最后说一点啊，这些女孩子啊，就算真的大佬看上了她，她还得要求人家为她付出啊，又要得到人家的钱，还要人家装孙子得低头哄她，给她提供情绪价值。他们完全不明白，男人一旦在感情里投入了钱，他就想找到这个大爷的感觉。然后呢，你要是在这个时候能够捧着他，让着他，哄着他，他就会觉得哎，我觉得我这个大爷就当得好爽，钱也花得值了，他才会愿意继续在这个关系里。情绪价值的付出是向上的，懂不懂啊？而往往这些女孩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在感情里完全不懂得付出，只知道索取，既要又要还要，所以到最后他们什么都得不到。你们说是不是？都说当下的男人清醒了啊，那人家是怎么清醒的呢？当女人们还在利用那句毒鸡汤，幻想着男人能大把给自己花钱来表达爱意的时候，而男人们却已经清醒了。纵观现实社会，还有几个男人愿意做那个大冤种呢？就最近刚刚发生的事情啊，女孩呢长得很漂亮啊，体制内工作，在北京一个月挣1万多，家境呢比较一般。她跟一位优质男士相亲成功了，两人呢接触了1个月左右。这个姑娘啊，昨天跟我来诉苦啊，说男士本来说好了他们2个一起去西藏自驾游，
结果呢，机票都订好了啊，男士最后突然一下就不跟他联系了，行程也取消了。但是看男士的朋友圈呢，男士好像跟别人去了西藏。女孩被弄得莫名其妙啊，就过来问我说这个男的是不是在跟别的女人接触，太渣了，她觉得自己特别委屈。于是呢，今天我就跟这个男士通了一个电话，结果呢，被搞得一头雾水的女孩啊，完全不知道原来这样的结局就是她自己一手造成的。她不但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还怀疑这个男人的人品有问题。人家认识他1个月了，可是连手都没碰过他，非常非常的有礼节啊，对他非常尊重的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女孩到底是怎么把一手好牌给打烂的。原来啊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男士约她出去吃饭呢，都让她选饭店，结果她每次挑选的饭店都是消费在3000元以上的地方，一顿饭啊要吃掉别人1个月的工资了。这个月哈，正好还遇到一个节日，男士就问他要什么礼物，他选了一个17万的包包，男士呢也给他买了啊。这一次去西藏的行程呢，会路过无人区啊，有几个地方需要住宿的，于是男士就让他来挑几个酒店。这个姑娘啊，真正没头没脑啊，她订了好几个酒店啊，都是1晚上7、8千的。这一回啊，真正是惹恼了那位男士啊，立马就取消了他的机票和行程，也不再联系他了。男士跟我说，首先他自己的工作1个月就挣1万，能有这样的消费水平吗？怎么到我这儿，我的钱就不是钱了呢？就这么挥霍吗？这个钱不是我花不起，而是我不值得为这样的女人去花的。一个不疼惜自己钱的女人啊，也不可能是一个好妻子，也不可能是一个爱自己的女人的。另外好几次啊，这个男士都无意中发现这个女孩跟别人聊天，甚至背着他跟别人去约会，这一点啊，他很接受不了。虽然说他们2个还没有确定关系，但是啊，已经在紧密的接触了。那这个已经是在确定关系的路上了，为什么这个女生就不能专一一点呢？最后他还说了一点啊，其实啊，这个还蛮重要的。他说，其实这一次去西藏啊，订酒店这个事情啊，女孩并没有拒绝啊，跟他住在一个房间里。也就是说呢，默许了会发生那件事情。他作为一个男人，他虽然愿意，但是对这个女孩呢，他却有些失望了。他最后说啊，现在完全不想考虑结婚的事情，说这几年啊，遇到了好多女孩都是这个样子的啊，总是呢想造他的钱，而不是真正的懂得怎么样对待生活。他说现在的女人真的根本不值得娶。虽然他这句话说的太绝对了啊，但是纵观当下的社会，这样的事情啊确实还很多，有多少女孩还走在这条路上呢？不过说实话啊，我也要说句公道话，好女孩其实还是有的，只不过你没有遇到啊。如果还没有对象的话啊，来找我领一个好吗？最近有一个话题啊挺火的，你们知道吗？叫3无6有。据说呢，是因为现在的女生找对象啊条件过于苛刻了，所以呢男生们呢也折腾出来一系列要求啊，可以跟女生们的要求啊相对应了。大家啊都要公平对待嘛，所以呢提条件的不能总是某一方，对吧？这是男生们列出来的一个新的找女生的标准。3无是指的什么呢？这第一呢，就是父母无病，身体健康，能自理，最好以后可以帮着带小孩啊。第二呢，就是没有弟弟啊，娶妻不娶伏地魔。这好家伙啊，有弟弟的女孩啊，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不招人待见了，能这么郑重其事的形成这么一条要求啊，看来这个问题影响已经不小了。家里有一个弟弟的女孩的家长们，你们是不是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呢？第3条啊，就是没有公主病。现在大家都很累，回家还要伺候你，那谁愿意啊？你要是非要做公主，那我还是个小王子呢，对吧？感情呢是相互的，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要付出，谁也不想做大冤种的。那这个6有又是什么鬼啊？第一呢，就是父母要有退休金，养老问题不能成为未来的负担。第二呢，女方要有稳定的工作，你不能今天做个前台啊，明天又去做个网红，3天打鱼2天晒网的啊。结婚了最好也能有一份工作，圈子干净简单。第3条呢，这穿衣打扮啊还是要有点水平的，你可以丑，但是你不能太懒了，不然我怎么把你带得出去呢？有个好看的外表呀，还是能让人赏心悦目的，我带出去才有面子啊，对吗？第4呢，还是要有一点学历啊，至少啊也得上个本科，要不下一代的教育怎么办呢？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吧。这第5点呢有点狠啊，必须得具备传统的贤良淑德。那这一点呢，我估计现在没有多少个女生懂啊，哪个不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有几个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呢？没有被洋墨水呛出毛病来啊，都不错了啊。
第6呢，就是性格得好。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有利于家庭氛围的建设，一个温柔包容的妻子呢，有利于丈夫的事业，一个和蔼博大的母亲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真的是啊，娶妻娶贤望3代，总不能娶个媳妇儿毁一生吧？你们觉得他们的想法有没有道理呢？来，我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有一个单身小姐妹啊，被闺蜜告知啊，一起去聚个餐啊，介绍她认识个朋友，结果去了才知道是给她介绍男朋友。她眼前这个男人呢，要说从外表来看啊，真的不是她的菜。本身呢，相亲这种形式她就不太接受。于是呢，等闺蜜说临时有事先走一步之后啊，这俩人就心照不宣的聊了起来。女生呢，看到这位男士穿的衣服啊，也就200来块钱的 T 恤，普普通通的，说话呢还有点腼腆，全身的装备加起来估计不到500块钱。她的内心啊，莫名其妙的升起了一股厌烦，直接就说了啊，我觉得呀，咱俩并不合适。男生就问她为啥呀？这还不了解呢，怎么就觉得不合适了呢？于是这个女生就说啊，像你这样的人啊太多了，追我的一大把，但是我们好像也并不是在一个层次的吧。于是男生就问她，那你是在什么层次的呢？女生就说自己啊是在外企做高管，年收入呢50多万，在北京是有房有车的。她表示她想找的男生绝对不是眼前这样的。男生这个时候就有些明白了啊，就顺着她说，那你是看不上我的长相吧？那好看的皮囊5、6个对象呢，招架得住吗？那些有趣的灵魂呢，人家又不找对象的。像我这种啊，能普普通通的好好过日子的人，真的是已经不好找了。这个女生就笑了啊，你可真逗啊！我要是找你这样的，那不早就结婚了吗？男生说，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你要想好了，到底选择在宝马车上哭呢，还是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呢？有多少女生啊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了，结果呀，男人还是让她哭啊。所以这些女生才想，既然都一样，那还不如坐宝马车上哭呢，这才选择了宝马车。可是现在有一个让你在自行车上笑的人，你还不满足吗？女生就接过话来说啊，你开玩笑吧，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呀？我就不能选择在宝马车上笑吗？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宝马车，但是就你这个条件呀，就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我们真的不合适，我呢先走了。男士说啊，美女，那我懂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再走呗。你看啊，以前呢都是门当户对，条件好的呢找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找条件一般的，谁呢都不吃亏，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对吧？而现在呢是条件一般的呢都想找条件好的，条件好的呢还是会选择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还看不上条件一般的，他又够不着人家条件好的，又想舔条件好的，所以一个条件好的呢就找好几个对象，而条件一般的呢都找不到对象。你是属于哪一类呢？这个女生啊正想给这个男生发作啊怼回去，结果呢闺蜜的电话进来了，问她对这个男生印象怎么样。她说啊不怎么样啊，我遇到个屌丝，还责怪闺蜜的眼光太差了，怎么给自己介绍这种条件的男人，是不是故意戏弄她的？闺蜜说，你太没眼力劲儿了吧，这可是某集团公司继承人啊，别说人家一年挣多少，一年的花销都是你的几百倍。人家今天去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啊，穿的普通了一些，也没有开车，你也太以貌取人了吧。嗨，我啊还特意的啊没有给你介绍他们家里的情况，怕你有压力，结果你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你们看看啊，这个时候这个女生是不是肠子都会悔青了呀？有的大龄剩女是真的不能找的，你就根本就搞不了人家啊。有的人问我到底多大算大龄剩女啊？我以大城市为例来讲啊，35岁以后的未婚女人呢，就应该叫大龄剩女了。为什么你搞不了人家呢？以我10多年的工作经验来讲啊，我对他们的了解，大部分大龄剩女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以下这些问题。最后一点真的很扎心。首先啊，他们在自我认知方面啊，都是有一些脱离现实的。基本上啊，80%啊，都是属于高学历、高收入的人群。这一点咱不得不承认，人家在工作方面的能力那绝对是很优秀的，在单位里啊独当一面，老板夸同事赞，自己开个公司比男人挣的还多。但是他们往往啊会以自身的工作优势呢来评判自己在择偶方面的优势。女人的慕强心理在他们的身上可以说体现得非常的明显，他们认为你若优秀，蝴蝶自来，所以你如果不是一个比他更强的男人，根本你就吸引不了他。
你不是人家的蝴蝶，就别往上凑了，好吗？如果让他勉强的去接受一个比自己差的男人，他们会觉得，那我宁愿高质量的等待啊，我也不想将就一个低质量的男人的。所以呢，就这一个想法，基本上他就 pass 了大部分的男人，对吗？人家就是有那个勇气要去跟那些20多岁的姑娘啊抢那5%的优质男人，你有什么办法？咱们是改变不了他的想法的。其次呢，还有一部分大龄剩女啊，是被多年的毒鸡汤给灌的，脑子里装满了错误的思维，对男人的要求啊高到了极点。人家不管多大岁数了啊，都是公主式的谈恋爱。男人你就得宠着我，你就得惯着我，你得让着我，约会必须车接车送，所有的开销都得男人买单，节假日男人你得有计划，得有付出，提供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送礼物搞惊喜，情绪价值得拉满了。他自己可能什么也不会为你做，因为他觉得那样做会掉价的。你要是说他，咱能不能别那么幼稚了，成熟一点行不行？正常一点行不行？咱是奔着结婚去的，能不能不玩那些虚的东西？能不能像一个像模像样的过日子的媳妇儿啊？可是啊，这个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太没情趣了啊，进行不下去都是你的问题。他们基本上不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的。很多大龄剩女啊，会跟我们说啊，不想找一个大龄未婚男人，因为他们担心对方生理或者心理上有问题，宁愿找个离婚的都行。所以你们来看看，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啊，真的是比较奇葩的。他觉得别人大龄单身一定是有问题的，而自己大龄单身啊，一定是有客观原因的。那我们来说最后这一点哦，真的很扎心，也很可怕。就是大部分的大龄剩女啊，几乎已经不相信爱情了，因为他们的感情经历一般来讲都会比较丰富的。很多人都会有同居史啊，怀孕史，被渣男玩过，被有妇之夫伤过，当过备胎，做过小三儿。他们终于累了倦了，他们想歇下来稳定下来了。这个时候你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不会被爱上的大冤种接盘侠。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生育价值啊也已经降低了啊。这个时候啊，你还是要好好想一想，你还要不要传宗接代啊？所以呢，你想明白了再做决定，好吧？现在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快40岁的小姐姐们啊来找对象，完全是一群梦幻仙女，不知道她们哪里来的自信。我相信你一定是事业有成，保养的呢也很好很精致，可是你千万别一开口就说要找个优质男人，行吗？清一色的回答都是尽量找个没有结过婚的吧，毕竟自己还是个未婚，不想去给别人当后妈的，没有那个经验。要说非得找个离异的话，那就得物质条件特别特别好的啊，就是能够实现财富自由的那种。说真的啊，也不知道你们都早干嘛去了，你都快40岁了才想起来找个对象吗？知不知道自己年龄多大了？再过几年啊，你更年期都要开始了，子宫都快没有用了，知道吗？有哪个优质男人想找这一款的，来，快来找我报名吧。现实啊是这样的，没结过婚的，但凡他能看得上的，几乎他都不在人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就算他看上了呢，人家也未必看得上他呀。人家宁可找一个年龄小几岁的女孩，哪怕条件差一点都行。你再优秀也不是男人眼里那个优秀，你们的标准都不一样，知道吗？还有就是说啊，那种物质条件特别特别好的单身离异男呀，你想什么呀？你根本就不可能碰到这种男的，别说优质男极少会离婚，就算有几个离婚的，那身边也有大把的年轻美女无缝衔接，你信不信？还能有你的位置吗？啊，还财富自由呢，可以说你连他的边都碰不到。他们来相亲的几率啊，那实在是太低太低了。你们这些女人呢，真的是啊，把自己给耽误了，都到这个岁数了还认清不了现实，非要跟年轻女人去争抢那一小撮优质男人。醒醒吧啊！你就根本不可能是人家的菜。现在相亲市场上啊，有单身的男的，有离异的男的，也有条件特别特别好的男的，但是啊，就是极少有条件特别好、离异又单身、财富自由的男的。因为他们这类人基本不会离婚，有的小姐姐还想着啊，做个三姐吧啊，去破坏人家家庭。那你真是想多了，他们不会傻到为了一个40岁的女人放弃一半的财富去离婚的，这点你就放心吧。你于他们而言，价值在哪里呢？爱情吗？那你就太天真了。对于这样的男人来讲，爱情啊，那就是个可爱的游戏，不一定非得带入婚姻啊。他才不会跟你一样去飞蛾扑火呢。他可不是傻子，就算他真的离了，也有大把的90后、00后在等着，
他为什么要找一个40的呢？所以就算他离了婚，后边也没你什么事儿，明白了吗？这送出去的东西还有要回来的道理吗？现在这样的事情还真是越来越多了啊！特别是那些相亲认识的男男女女，恋爱推进不下去了，或者是分手了，男生就会想着办法把花出去的钱，或者是给女生买的贵重物品都要回来。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最近呢，有一位相亲谈了3个月的女生啊，觉得彼此不合适了，就跟男生提出来啊，不想接触了。结果呢，这个男生第2天就给他发来了一条信息，居然是3个月以来请女孩去那些高档餐厅吃饭花的钱，还有给女孩啊买名牌包包花的钱和520的转账，前前后后呢也有好几万了。男生说，既然你还不知道合不合适，干嘛要花我的钱买这买那呢？我又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既然不合适，那花我的钱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啊？所以哪天你方便了，把这些该还的还给我吧。结果搞得这个女生啊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她觉得很恶心啊。就这么着，这女孩啊觉得委屈了，就跟我诉苦啊，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做人做事这么掉价的男人，送出去的东西还要往回要，就连分手都要恶心你一下。你知道吗？他送的东西又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一些千把块钱的化妆品，最贵的也就是一个1万多的包。我当时啊就给他转了2万块钱，然后呢立马就把他拉黑了。这种男人我永远也不想再联系，我连一点退路都不想给他留的。他说呀，也挺感谢他这个举动的啊，还好分手了，要是以后结了婚，还不知道他有多计较呢。这种日子谁想过呀？这种男人吧，就是这么寒酸的。送礼物呢，本身就应该是不求回报的表现，不是吗？都说分手见人品，我觉得呀，最屌丝的行为就是这种送出去东西还要往回要的。真的是绝句子，没有之一了。难怪啊，他找不到女朋友，真的是活该。听到这儿啊，男生们是啥感觉呢？来，咱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话题吧。最近我这来了一位35岁的女士啊，跟我呢吐槽她最近啊相亲的一些经历。她觉得呢，现在遇到的很多男的呀，都挺奇葩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啊，她已经见了不下20个男人了，但是她发现这些男人呢都怪怪的。比如说啊，请他吃饭吧，还要跟他 AA， 逛个商场吧，什么都不会买的啊，也不表示一下诚意，搞一副穷酸样出来，也不知道给谁看的呀。甚至啊，他们连饭都不会请他吃，直接一瓶矿泉水，找个地方一坐啊，好点的呢，请他喝个奶茶，逛个公园啥的啊，或者呢喝口咖啡。约会吧啊，没有一个会开车去接他的，还别说送他回家了，真的实在太抠门了。还有一个男士啊，直接就问他哦，你有没有打过胎啊？跟前任同居了多久呢？这种人啊，简直情商不要太低了啊！他介意我跟前任同居过，难道他就没有跟他的前任同居过吗？不要太双标了好不好？还有一位说，结婚的话，希望以后的生活中所有的开销全部都 AA 制。那我就反问他，那生孩子是不是也可以 AA 啊？哺乳是不是也可以 AA 啊？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家务活也都 AA 吧？你说是不是好笑啊？还有一位啊，问我结婚要多少彩礼？那我就照实说呗，我说我们家就从简了啊，6万就行了，图个吉利。结果人家好嘛说，你们女人可真物质。那我就没有搞懂哈，我是跟他要豪车了还是要豪宅了？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一谈到钱就变成物质了。我就说，那不要彩礼也可以啊，我有房子啊，你可以不用买啊，我呢也有车，你可以不用置办，来我们家住就可以了。婚后呢，如果有了孩子呢，我的房子还可以写你的名字。结果啊，这位立马就说那可以啊，可是啊，我却加了一条附加条件，那就是以后的孩子得跟我姓。他说那哪行啊，我堂堂7尺男儿，孩子跟你姓，那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列祖列宗呢？所以你看啊，男人其实也很现实，不知道为什么啊，过了30岁以后，相亲男人的条件是一个不如一个了。条件呢稍微好一点的呢，不是有这毛病就是有那问题，还挑得不得了。这些男人当中只有一个认认真真请他吃了一顿饭，还送了他一束花，他自己啊还感动得不得了。最后啊，他还感叹了一句啊，想想还是以前的男人格局大啊。和他相亲的时候呢，他们不仅会请他吃美味佳肴，还会给他带小礼物，最后呢，他们还会安全的把他送回家的。于是我说，那以前那些男的对你那么好，也没见你成啊。我觉得呀，你是被以前那些人啊给宠坏了。想一想，你20多岁的时候，经常都有男人请你吃饭、送礼物、送你回家，对吧？可是呢，最终你不还是对人家说 no 嘛？而且啊，相亲期间所有的费用啊，基本上都是男人在承担。其实这样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
他们请你吃饭送礼物送你回家，你不是也不同意人家交往吗？所以现在你觉得这些抠门的男人格局小，但是那些格局大的男的你不也拒绝了吗？说白了，如果你的格局大，你怎么不请他们吃顿饭呢？你们说对不对？有句话说得好啊，事出反常必有妖。今天我不给大家讲相亲了啊，最近啊有一个男粉丝啊遇到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今年的5月23号那天啊，我收到了一个男粉丝的私信啊，讲述了他的一段离奇遭遇。下面就是他的原文，我用第一人称给大家分享出来啊。他说：老师啊，我最近谈了一个朋友啊，是一个二婚女，我们交往了一段时间，彼此呢都很喜欢对方，我有空了会给他做饭，我很珍惜我们彼此这段缘分。我的年收入大概在50万左右啊，在1线城市有3套房子。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呢，一切都非常的好。他有一个喜好，就是喜欢查岗，几乎每天都要查，恨不得1分1秒都要知道我的情况。只要我回信息慢一点，他就问我是不是在跟别的女人聊天。其实啊，当时呢，我一定是有自己的事情的。可是呢，就连晚上洗澡，他都要规定的时间洗。一开始啊，我觉得他可能是很在乎我，所以呢，我也就很乐意配合他。以至于每一次我出去谈事儿啊，都会拍带有时间的现场视频给他。有时候呢，他还要出题啊，要我在纸张上画出他规定的图像，并且拍成视频发给他。一开始呢，我都做了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就开始觉得这样太累了，越来越不想配合了。但是我心里边呢，又还是很喜欢他的，所以我开始纠结了啊，不知道要不要交往下去。想放弃呢，又舍不得；想在一起呢，又真的很心累。我这个人呢，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过夜生活，喜欢看书健身，我是个比较自律的人。现在我真的是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前几天呢，我在家里写报告，他要求我一直把视频开着啊，要看着我工作。我说不太好，这样影响我工作。他不高兴了，直接把我删了。哎呀，我也是个有自尊心的人啊，收入又不少，我想着我干嘛这样被管着呀，被牵制啊，删除就删除吧。于是呢，我也就没再联系他了。可是呢，没有过几天，他又主动加我了，这么着我们又和好了。老师啊，原本呢，我以为经过了上次我的拒绝，他在这件事情上啊会有所收敛的。可是我想错了啊，我们和好了之后啊，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啊变本加厉了。之前呢，他只是偶尔的视频查一下岗，可是啊，现在变成了不说话，没有话题聊的时候啊，要求我全天都把视频打开。就连买一个菜都要我把视频打开给他看，他要看一看卖菜的是不是女的。晚上更加离谱，我呢睡觉睡得比较早，他呢不信我非要让我晚上把灯打开，把视频打开，要看着我睡觉。中午休息的时候也要我开着视频睡觉。更加离谱的是呢，做饭做菜也要我开着视频，一天24小时，几乎分分钟都要监视我，太累了。还有一些私密的事情啊，更加是颠覆三观。即便他再优秀，我也很想放弃了。我感觉这样像是有病的人，虽然有些不舍，但是我还是很想快刀斩乱麻。最近我整个人都有点抑郁了，精神恍惚，感觉我自己都快成精神病了。现在我只要是一听到手机响啊，我就有点像被惊吓到了的感觉。所以我今天决定啊，要跟他摊牌了啊，还是分手吧。那我的故事呢，先讲到这儿啊。我也说说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女人精神可能不太正常，她这种行为应该是有严重的心理疾病的，非常非常有必要去看医生。本来我以为这位兄弟能够尽快解决这件事情，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故事居然还有后续的发展，这个情节啊比电影都精彩啊。就今天早上啊，这位粉丝又来信息了啊，他跟我说啊，老师啊，要不要我把后续的故事再发给你啊？真的是比电视剧还要精彩10倍，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剧情来了个大反转啊！说到这儿啊，咱们啊到下一个视频啊，听一听后续到底有多离谱。